粉底液将军火了，这个资本还是厉害哈。你说粉底液将军这么大的一股热潮，突然一下就淡了，就像这个一页书说翻过去就翻过去了。说到这个粉底液将军，我特别想聊一聊一部电影，就是一部不算太成功的电影，好多人还觉得它是烂片。2025年上映的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。其实我好多年没看电影了哈，没到影院里去看电影了，但是我还是会去选择这样的一部电影去看的。你像同时期非常热的那些电影，我都没去看。作为一个80后，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武侠吧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，那种家国情怀还是不错的。其实在我看来的话，这部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整个故事其实讲的还是比较完整的，而且特别棒。其实原来我也是比较讨厌这个流量明星的，但是看完整部电影的话，其实对于肖战，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哈。整体的表现，整个电影呈现出来的这个故事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故事。当然，这部电影的话，它不成功的原因哈，我们先聊它比较不错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故事讲的还是特别好的。其实徐克的话，原来在我心目中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玩武侠的，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特别棒的导演啊，或者说真的去讲述很棒的故事这种类型的哈。但是这部电影呢，我觉得还是让我非常感动的。我觉得他是非常真诚的去讲了这个国家侠这个事儿，很真实，而且很动人。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哈，叫做什么人生的什么5个大事儿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书哈，反正讲了，他说母爱是整个社会的构成的一个基石，所有的一切东西的话就建立在母爱的这个基础上。我到现在来讲的话，还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有道理的哈。其实我最近在想一件事儿，虽然我年近40了哈，奔4了哈，好像对年轻人的这种亲情、爱情这些东西好像是有点远了哈。但是我现在越发的觉得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个好东西。你能想象吗哈？为什么整个人类的所有的文明啊，所有的社会啊，所有的文艺作品啊，都在歌颂爱情这个东西？你再想象一下哈，你可能觉得这些东西也不那么真了啊。年龄大了以后，你是不是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有点荒诞无趣啊？但是你现在再想一想哈，如果这个社会把浪漫的爱情这个东西拿走啊，没有什么情情爱爱，纯理智，纯这个利益最大化，那你能想象这个社会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吗？是吧？我们老是说一个王朝怎么还拼了命也撑不过300年呢？是吧？你如果把这些浪漫爱情这个东西这个因素拿掉了以后，你觉得这个社会能撑多少年？其实这个浪漫这个爱情，我觉得也是整个大自然的一种调和啊，这个社会的一种调和，这个元素非常重要。其实就是这部电影的话，它给这个郭靖和蓉儿之间的这种爱情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篇幅，而且是非常动人的，而且也是非常有浪漫主义的。你想，你在一个非常苍茫的大地之上，在你虚无缥缈的人生啊，在你这个非常年轻的时候，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未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找到了你人生的一个锚点，你发现了一个你特别挚爱的东西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爱，反正你就是为了这个人，为了这份爱情，你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弃，你自己的生命包括各种东西你都可以抛弃。这2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，各种各样的困境困难是吧，为了彼此的这种付出，经历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一份感情之后，他俩走到一起，那个东西才叫做家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再拆解的话，多多少少也就是真善美的这些东西了，它是你人性最真诚的东西。你以这个家为基础的，那才是国嘛。我觉得整个故事的结构还是非常棒的，而且也是非常动人的。那我们再聊一聊它为什么不成功。反正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哈。那我们再聊一聊这部电影为什么不成功吧。首先就是武侠这个东西的话，这个壳确实可能是过时了。武侠这个东西它不那么流行了，就是你再套这个武侠的壳去给年轻人去讲东西，其实这个电影就有点说教了。当然你在我们80后来看的话，这个东西不叫说教，它是一种共鸣啊，就觉得它能打动你。但是你的电影要做的事儿，你不就是这样吗？你要把一个很老的一个故事拿出来新讲，找一些流量明星再去讲给这些年轻人，
那你不就是说教吗？是吧？人家就喜欢那些很现代的东西啊，动词打词的东西，人家就喜欢那种非常都市的东西。那你非得跟他讲武侠的东西，你说这个东西他不是硬来吗？是吧？再一个的话，武侠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只有琢磨一下，你才觉得它有意思，是吧？你像李敖这么聪明的人，他都不喜欢武侠，是吧？他都不喜欢金庸。武侠他已经从那个传统的武侠抽离出来了，它更像是一个童话。就这个人他怎么会飞呢？怎么会打呢？但是你抽象一下的话，它确实是可能的。你像这个当时那个郭靖一个人横扫千军的时候，在我这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梁文风嘛。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话，你在 AR 时代的话，他就是有梁文风这样的人，是吧？他就是这么厉害，他就是一个人能横扫千军。但是你如果没有想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你觉得一个人怎么能打过这么多人呢？那不是在扯淡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武侠这个事儿吧，但是你花这么多钱做这么多特技，你就告诉人家说我这是比喻啊，我这是比喻，这个不是真打，这是一个比喻。那你说这个事儿确实就有点没意思了。但是呢，你像我们之前就特别喜欢武侠这些人呢，他可能就无所谓了。我们看的里边的东西啊都行，是吧？只能说现在武侠这个事儿的话，确实是有点过时了哈，过了。现在人打斗这些东西的话，没那么向往了。但是你反过来一想的话，就觉得徐克他们这样，怎么说也算是一种抗争吧。你说徐克是不是对这些粉底液将军的一种抗争呢？是吧？他觉得人就该那个样，是吧？他觉得男人就该那个样，不该这个样。这里边具体他怎么想的，咱也不知道了哈。反正我觉得从这个电影这个故事的讲述上，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哈，还是很动人的。确实是对这个社会来说，我觉得浪漫爱情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觉得你看当时肖战这些流量明星刚出来的时候，是吧？我们这些70后什么可能这个90后的人，有一些人也不一定会很喜欢啊。但是你在现在再对比一下这些粉底液将军，是吧？你再看肖战，还是很好的。呵呵，我觉得这个蓉儿演的也很好哈，我直接被这个演员给圈粉了。我原来想象的蓉儿不是这个样的，你原来想象的蓉儿是那种很俏皮的很什么的，但是这个版本的蓉儿让你觉得哇，她真是演出了爱情中的那种温柔啊，你整个的世界啊，她不是你的另一半，她是你的世界的另一半，她是整个世界，就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是演出来了哈。再联想到最近比较火的这个粉底液将军这个事儿哈，你一个非常架空的一个纯爱情故事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吧？就大家现在活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一个都市里边，尤其是我们这么快速发展的一个都市里边的话，大家渴望这种非常浪漫的这种爱情，也非常渴望抽离当下的一种非常无趣的一种环境，所以说就有这么多玄幻的架空的这种爱情故事。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一定要有出口的。但是吧，你说当下这个时代的话，好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，你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啊，是吧？他们天天的在这儿言情啊，你搞的你包括在互联网啊，在各种热搜上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力。那你像这些传统一点的人的话，可能就接受不了了，就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反正互联网时代嘛，真的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村一样，吵来吵去，斗来斗去也很正常。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种粉底液将军的这种事儿的话，确实是该收敛一下了。你可以架空，你可以创造一种环境，你可以玩这种浪漫爱情，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些东西还是要坚守的。就像武侠好多人不喜欢一样，他觉得这么人飞来飞去的，是吧？我觉得尽量的还是让大家都理解吧，要不然的话你就待在一个圈子里，别太去破圈，别太去扩张，别太去打扰别人，是吧？要不然还是怎么说，还是挺招人烦的，是吧？好，不写文案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啊，聊一聊想法，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吧。